我与夫君成婚3载，没有子嗣，我的贴身侍女爬上了我夫君的床。你怎么敢？夫人3年无所出，为了府中香火，为了给夫人的夫君留后，奴婢只能以身试主，替夫人分忧。这一生正儿八经的议亲，我统共有过2回，一回闹得满城风雨，是与如今这位举案齐眉的好夫君宋俊，另一回却是讳莫如深，不可告人。那是与我那青梅竹马，如今高坐明堂的当今圣上。你宁愿去求父皇的恩旨，下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，也不愿嫁给姑。我不想与人共侍一夫。共侍一夫？宁长心，你太天真了！你以为你不嫁给我，嫁给旁人，旁人就能为你守身如玉，一辈子不纳妾了吗？殿下，我说过，我宁死也不愿看着你往后宫里抬进一个又一个的女人。姑是太子，未来是天子，3宫6院是祖制，是必然。为了你，姑已经将婚事一拖再拖，你到底还想怎样？我想要的，殿下给不了。给不了，就因为姑不能为你遣散后宫。宁长诗，你看着姑，这几年来，姑为你挡了多少流言蜚语，护你到何种地步，你当真感觉不到？我感觉到了，所以我才求皇上下旨，远嫁他乡。我不想再亏欠殿下。亏欠？你以为你嫁给那个宋之，就不亏欠姑了？我没有。天下男子千千万，你自己做不到一生一世一双身，凭什么就断定别人也做不到？我相信宋姐，她答应过我。罢了，你想嫁给谁，便嫁吧。但姑与你打个赌，你不是信他吗？那我们就赌上一赌。若有朝一日，连你千挑万选的夫君也违背了誓言，那便是你宁长诗反京嫁我之日。你敢不敢赌？赌？可我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叔叔，有件事我想与你商议。说。我想纳妾，入画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我输了，输给了他那句诛心之言，也输给了我曾坚信不疑的人性。这外头的风景我看够了，你来接我回家吧。姑娘，咱们真的要回京了吗？我与他的赌约，终究是我输了。愿赌服输，回去领罚。我知道，即便我不写这封信，只要宋珏纳妾的消息传回京城，他也会来。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最后的笑话。若是姑爷不纳妾就好了，明明从前瞧着是那样温润如玉、一心一意的好人。那时，宋珏一无所有，只凭着一腔孤勇，跪在宁府门前求亲。我让他答应我2个苛刻的条件：其一，彼此绝不过问从前尘事，无论爱恨；其二，我宁长书绝不与人共侍一夫。他若娶我，此生便不得纳妾。能得天子赐婚，娶姑娘为妻，是宋瑜3生有幸。宋瑜在此立誓，此生绝不相负。誓言犹在耳边，说誓言的人却早已变了心。姑娘，您别想那么多了。我只是在想，他当年说的话或许是对的。
正因为背负着那个赌约，我才如此不安。叔叔，夜深了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宋珏，你答应了我的事，千万不可反悔。我答应你的事，自然记得。此生只你一人，绝不纳妾。你知道的，京城里惦记着我的人多的是。你若对我不好，我随时会走的。叔叔名满京华，下嫁于我，本就是天大的委屈。宋琦身无长物，唯有一颗真心，至死不渝。爱像烈火般蔓延，其实呈现盘旋在天边。平心而论，他的确也是有过真心的。那年京城动乱，宋徐护着我一路周全。我看见是承诺在指尖，回头看。别怕，有我。我初到遂州，水土不服，高烧不退。宋珏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，连新官上任的日子都因此硬生生推迟了半个月。你看，我托人从京城带来的，以后我们的院子里都会是你熟悉的草木花香。那些真心确确实实存在过，做不得假。既然真心会变，那留着这些回忆，便只剩下折磨。夫人，这已经是他跪的第7天了。为了让您松口，他这股子执着劲儿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他当然执着，他心里清楚，只要他进了府，成了宋珏的人，我就会依约回到京城。对啊，当年姑娘您和陛下的那个赌约，他是贴身伺候的人，他也是知道的。只要您走了，他就能顺理成章的成了这里的女主人。这个贱婢心机太深了。随他跪吧。夫人，不过这也是他跪我的最后一日了，为何？花儿，地上这么凉，你怎么跪在这里？姑爷，你回来了。夫人她……花儿，花儿！宁长叔，我不过出门几日，你竟如此恶毒的搓磨她，她还怀着我的孩子！姑爷，你讲点道理，是他自己要跪的，夫人从未逼过他。不必再说了。我原以为你只是性子傲些，没想到心肠如此狠毒。这一次，无论你说什么，这个妾我纳定了。又不是我家夫人让他跪的，
是他自己非要跪在这里博同情。姑爷，你真是瞎了眼了。无妨，不必争辩了。反正我也要走了。我这几日便点了这个头，成全了他们，也算不枉我们夫妻一场。好，奴婢都听夫人的。等明日花芳来了，我就将信交给他，让他立刻送去京城。他会来的。夫人，这是如今京中最时兴的五色菊，小的快马加到，从50盆里挑出这2盆最精神的给您送来，您瞧瞧，喜不喜欢？很好，这花我很喜欢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这还是夫人您3年年头一次开口说喜欢，陛下若是知道了，定会欢喜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欢喜？若是真有那般痴心，当年又怎会轻易放我远嫁他人？这是我家夫人要给你家主子的，务必亲手成交，不得有误。夫人，这是我的意思，你送去便是。是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给花香的赏银。给赏银，要用这种信包装？是银票，怕雨天路滑弄湿了，或是不小心散了，便用信封装了起来，稳妥些。是吗？是吗？去吧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几张被我刻意用米糊粘连的银票中间夹着的，正是我亲笔写下的那封回信。当这封信被快马加鞭送到京城之日，便是我与宋玄夫妻情分彻底了结之时。既然都要走了，区区一个妾，又还算得了什么呢？我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好好照顾她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人的。我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好好照顾她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人的，把人照顾得跪在雨里。腿长在他身上，是他自己非要跪的，我也拦不住。宁长轩，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连跪了7天，她的身子受不住，孩子昨夜流产了。我在给你的信上解释过了，只在你有孕的那段日子，我一时糊涂与他，统共也就那一回。他跟我哭诉，说他也不要求什么名分，只想留在我身边伺候。我从未想过要让你知道这件事，如今是你做的太绝，害他失了孩子，我不得不给他补偿。所以我决定正式纳她为妾。所以我决定正式纳她为妾。那你准备怎么补偿他？给她一个名分，以后她便是府里的姨娘，我会好好待她。那我呢？你
你自然依旧是你的宋夫人，正妻的尊荣，没人能越过你去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既然你要补偿，怎么就没想过要给我补偿？难不成你补偿给我的就是一个怀了我夫君孩子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名正言顺的妾？难不成你补偿给我的就是一个怀了我夫君孩子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名正言顺的妾？别哭了，叔叔，纳妾不过是寻常事，你又何必如此？你看这四周城里，哪家官吏不是三妻四妾？更何况他是你身边出来的人，知根知底，总比从外面抬一个不知底细的女人回来要好相处。别人是别人，可你当初答应过我的，你娶我的时候说过，宋琦和别人不一样。可我这次回来之前，也答应了他，我会给他一个名分，我也不能对他言而无信。宋琦，如果我今日和你说，你非要纳这个妾，哪怕后果是要让你彻底失去我，你也一定要纳吗？够了，宁长书！哪怕后果是要让你彻底失去我，你也一定要纳吗？够了，宁长书！我一提纳妾，你就拿这种话威胁我，甚至拿离家出走来要挟，你幼不幼稚？你都已经嫁到苏州3年了，既然嫁作人心，就该守妇道，相夫教子。你到底心里还惦记着京城的谁，才让你这般善妒，连一个可怜的女人都容不下？既如此，你就娶吧。你答应了？是，宋珏，我宁长书今日许你纳妾了。把这些都包起来吧。把这些都包起来吧。姑娘，这可都是您亲手缝的，还没上身呢，真要便宜了那个忘恩负义的丫头。我已经留不到冬天了，留着也是无用。这些都是新做的，你一并拿去送给入画吧，就当是我给他的见面礼了。是。叔叔，你这是可都给他了？入了冬你穿什么？无妨，我自会再做新的。也是，这些料子都配不上我家夫人。等忙完这一阵，我陪你出门逛逛，买些顶好的素锦杭绸，就当是补偿你了。五色菊，等忙完这一阵，我陪你出门逛逛，买些顶好的素锦杭绸，就当是补偿你了。五色菊，这荒凉的四周地界，你这里竟然有这种稀罕物，当真是品相极佳。听闻陛下近来还在各地广搜此花，甚至坊间有传闻说是为了立后做准备，连京中都一花难求。消息要立后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烫到哪了？快让我看看。你是怎么当差的？做事如此毛手马脚。这可不嘛，做事用心的都爬上枝头当主子去了，这屋里就剩我这种笨手笨脚的了。这可不嘛，做事用心的都爬上枝头当主子去了，这屋里就剩我这种笨手笨脚的了。师叔，你先下去吧。你方才说陛下要立后了？我也是听同僚间传言，陛下当年册立太子妃便几番耽搁，后来又逢内乱，匆忙登基，后宫一直控制。但近1个月来，宫里倒是隐隐透出风声了，说是太后已经在亲自为陛下张罗此事。我的信才送出去没多久，算算日子，绝不可能这么快到他手上，所以他要娶的人根本不可能是我。师叔，去将上回的信找出来。是，小姐。
这个月的信没有来。姑娘，陛下足足写了3年的信，风雨无阻，从未断过。或许只是政务繁忙，才忘了一回吧。你说，他还会遵守那个赌约来接我吗？叔叔，若是以后他对你不好，你受了委屈，总该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接你回来。时过境迁，人心易变，那个承诺还算数吗？叔叔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方才府衙来了公文，为贺岁末帝后大婚，普天同庆。我们4州竟免了整整3年的钱粮。不是只说减半吗？怎的宿州全免了？天高皇帝远，谁知道呢？许是陛下龙心大悦，体恤此地贫瘠，全免了也损不了多少国库。总之，这是天大的恩典。日子我已经定下了，就在明日黄昏，摆酒设宴，将入画正式抬为妾室。他口中的帝后大婚，成了他纳妾的喜庆背景，何其讽刺！他口中的帝后大婚，成了他纳妾的喜庆背景，何其讽刺！叔叔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我向你起誓，除此一回，入画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此生我绝不再纳第2人进坟。宋珏，不必了，你的誓言3年前我就听过，早已领教过他的分量。宁长书，你这般冷淡，你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？难道你就没有和别……姑娘，姑爷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姑娘，姑爷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或许吧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在意他知不知道了。姑娘，别管他了，您快看，您在等的东西到了。他没忘，他真的要来接我了。夫人，奴婢对不起您，求您喝了奴婢这杯茶，原谅奴婢吧。夫人，您别怪我。姑娘，您没有了郎君，还有显赫的家世。夫人，您别怪我。姑娘，您没有了郎君，还有显赫的家世，有父母疼爱，还有更好的去处。可我不一样，我只是个奴婢，我没有了郎君的宠爱，我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入画，你自小便比世叔能干，心思活络，做事小心谨慎，从不在人前轻易示弱掉泪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更没有对不起宋珏，你只是对不起你自己罢了。这是我家姑娘从前给你备好的嫁妆，本想着等你寻个好人家，正经出嫁时，风风光光的给你做体面。如今既然你选了这条路，这嫁妆也给你。从今往后，咱们的主仆情分便也到此为止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从今往后，咱们的主仆情分便也到此为止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姑娘。姑娘，您何苦还对他这么好？
不断干净，怎么开始新的？小姐，您听听外面这动静，一个爬床的奴婢抬姬为妾，竟扮得跟娶正妻似的，张灯结彩，大宴宾客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由他去吧，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只等时机一到，便与这里再无半点干系。夫人，老爷让小的来请您。夫人，老爷让小的来请您，说是有几位重要的同僚大人不请自来，宾客太多，需要您这位主母出去待客，撑场面。什么重要同僚？纳妾的席面都跑来凑热闹，还有这种不知礼数的官大人，真是物以类聚，一路货色。你回去告诉宋学，夫人身体不适，去不了。寻常同僚，宋觉早已安排妥当。何谓不请自来？何谓重要到必须我去撑场面？这热闹非同寻常。难道是他？师叔，别说了。小姐，扶我换衣服。您真要去啊？何必去给那对狗男女脸面？去。我倒想看看是哪位重要的客人，值得宋勋这般郑重其事。我倒想看看是哪位重要的客人，值得宋勋这般郑重其事。宋大人好福气啊！这行啊！我来接你了。京城与宿州相去千里，谁能想到3年前的赌约，他竟一直记着。谁能想到堂堂天子竟会为我亲自来了？谁能想到堂堂天子竟会为我亲自来了？诸位，这位便是我的夫人宁氏。叔叔，我来为你介绍，这位是徐公子，往来于京城与宿州两地的大货商，生意做得极大，与我更是有多年的交情。你们有多年交情？我嫁来3年，怎么从未听你提过这位徐公子？哎，你初来遂州时水土不服，处处都不习惯。怎么从未听你提过这位徐公子？哎，你初来遂州时水土不服，处处都不习惯。幸好我偶然结识了徐兄，这3年来一直托他在京城帮忙采买那些你用惯了的胭脂水粉、爱吃的糕点零食。说来惭愧，内子眼光向来挑剔，寻常物质根本入不了他的眼。这几年幸好有徐兄神通广大，总能寻来合他心意的物质，实在是劳烦徐兄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那些让我在异乡孤寂岁月中少感慰藉的熟悉物品，那些我以为是宋觉相存的最后一丝情谊的证明，竟然全是他借着宋觉的手一件件送到我面前的。那些我以为是宋觉相存的最后一丝情谊的证明，竟然全是他借着宋觉的手一件件送到我面前的。宋夫人的眼光不算挑剔。不算挑剔，是在说我当年选了宋觉眼光不好吗？京城与宿州风物人情的确大不相同，不知夫人如今可习惯了？多谢徐公子关心，起初不习惯，但这3年也慢慢习惯了。夫人如此端庄大度，真是羡煞我等。夫人，您看我如何？不若也替我说个媒，我也想娶个像夫人这般知书达理的妻子。说起来，与徐兄相识这么久，还不知徐兄家中可有妻室？说起来，与徐兄相识这么久，
还不知徐兄家中可有妻室？说来话长，前几年家中突防大祸，我不得已将那次托付给旁人照料避难。后来虽祸事已解，可他们已做了夫妻，哪里还有我的事？当年明明是他一卷圣旨将他远嫁，如今倒像是他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竟有此事！徐兄才貌双全，何必执着于一个已经变了心的妇人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他没有变心。前不久，他还托人带信于我，说他已经腻了那个男人，愿意跟我回家了。徐兄，恕我直言，有道是娶妻娶贤，此等反复无常的女子，你怎会中意？她既已嫁作人妇，便是不贞。若我是你，断不会再要她。此等反复无常的女子，你怎会中意？她既已嫁作人妇，便是不贞。若我是你，断不会再要她。你这么一说，她的确不贤良，脾气还大，更不许我纳妾。不像弟妹。宋兄，你说，若你是我，会如何办？若我是你，她总归是嫁过人的，不清白了，我会介意的。你介意便好。什么？我是说宋兄介意，但我不介意。我此行本就是顺路来喝杯喜酒，等席散了，就去接你家嫂夫人回家。原来如此，那便提前恭喜徐兄抱得美人归。他日若有喜事，可千万莫忘了送张喜帖来啊！那便提前恭喜徐兄抱得美人归。他日若有喜事，可千万莫忘了送张喜帖来啊！放心，我的喜帖上第一个名字必定是你。姑娘，陛下方才那意思是不是等宴席散了就来找我们呀？他来了，说明我们终于能回京了。您怎么瞧着还不高兴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跟你回去，你又会给我安排什么见不得人的身份呢？高兴？他都要册立皇后了，我跟他回去，又是什么身份？依陛下与您的情分，就算做不了皇后，多半也是贵妃。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。依陛下与您的情分，就算做不了皇后，多半也是贵妃。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。贵妃啊，你下去吧，我乏了，想歇着了。是姑娘，那您早些歇息。叔叔，是我。叔叔，是我。陛下，叔叔，我已嫁为人妻，还请陛下称我为宋夫人。宋夫人，原来你还在生我的气。当年我与宋菊的婚事，是陛下亲自请来的圣旨，如今又何必惺惺作态，演这出深情戏码？惺惺作态。宁长书，我为了你一封信，千里迢迢从京城赶到这鸟不拉屎的四周，中途连驿站都未曾停歇过。我冒着天子擅离京城的风险，扮作商贾，在你夫君的纳签宴上看着你们夫妻情深。我冒着天子擅离京城的风险，扮作商贾，在你夫君的纳签宴上看着你们夫妻情深。你说我惺惺作态？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没有得到的东西，为了你那可笑的占有欲。我没有得到过你吗？叔叔，你忘了，我们从前并不亲。林姑娘，可还记得儿时之事？
不过是儿时趣事，当不得真。萧息，世事不等人。若非当年的赌约，我和你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。若非当年的赌约，我和你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。你走吧，明日一早，我会随你返京，余下的事回京再说。你不喜欢我了？那你恨他吗？或许吧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朕允许你利用我，报复他。殿下，这……轻点。他比我轻。轻点。他比我轻。是上回孩子没了之后，我与他许久不曾同寝了。怪不得，倒让朕捡了个大便宜。叔叔，别动！姑爷，夜深了，我家夫人已经睡下了，您还是快回去吧。叔叔，他怎么过来了？叔叔，他怎么过来了？大人，我家夫人已经睡了。他没吹灯，我知道他有半点光都是睡不着的。叔叔，我知道你醒着，我想见你。别担心，我带了人，可以让他永远闭嘴。你疯了！留在床上，别动，不许出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看看你还在不在。今夜是你和入画的洞房花烛夜，你的新人还在等你。今夜是你和入画的洞房花烛夜，你的新人还在等你。我想起来了，如画说，你从前有个极亲密的情郎。叔叔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宋琴，你答应过我2件事，一是彼此绝不过问从前，二是此生不可纳妾。你现在是一件都做不到，是吗？你没有否认，宁长叔，你为什么不否认？你为什么不否认？宁长叔，我和你相识以前的事，我为什么要否认？所以你已经不爱他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对。叔叔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醒了。昨夜我是不是来过你这里？
宋琦，我想和你说，昨夜我们和好了。昨夜我们和好了。太好了，叔叔！自从出了入画的事儿，你已经冷落了我许久了，如今总算能接过这桩事了。我们和从前一样了。和从前一样，宋琦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妾身给郎君夫人请安。你不知道他当时那个样子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夫人的脾气，心善嘴硬，只是一时气不过罢了。她能让我留在您身边服侍，我就已经知足了。夫人这是准备去哪儿？准备回趟娘家。今日便走，怎么这么急？对，今日便走。叔叔，再等几日，等我攒几日休沐，我亲自陪你回去。宋琦，我近来心情不好，只想一个人在路上散散心，你能明白吗？郎君，夫人都收拾好了，看来行程早有安排。您一时半会儿也请不了假，不如就让夫人先行吧。听闻陛下大婚在即，届时官员均有休沐。您再回京城，还能和夫人在京中多留几日呢。帝后大婚确实是有休沐。姑娘，车马已经到了，再不走天色就晚了。那你就听入画的安排吧。叔叔，那你先回，等年后我陪你在京城多住几日。好，宋君，哪怕还有再见之时，我们也不会是夫妻了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不安。也许因为这是我们成婚以来第一回分别吧。姑娘，好好保重，我这就回去报丧了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就没有宋缺的原配夫人了。叔叔，忘了他，就当过去的这3年，只是我们分居两地而已。他是不好，那你呢？你让我变得无名无姓，又想如何安置我？我能如何安置你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萧息，我愿赌服输，答应跟你回来，但没答应任由你处置。我愿赌服输，答应跟你回来，但没答应任由你处置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再嫁旁人，可我也不想进宫，不想再过那种与人争宠的日子。我不想为妃为妾，你就将我养在外面吧。宁成氏，你以为我千里奔赴，为你安排假死，费尽心思带你回去，就只是为了贪图与你做那见不得光的苟且之事？难道你从前不是如此吗？我若是真想，这些年我早将宋军整死了，还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与你成婚吗？叔叔，我知道你恨我当年放了手，所以你转身就接受了旁人。我知道你恨我当年放了手，所以你转身就接受了旁人。可是这3年来，你和他在4周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每一个夜晚，难道你觉得这样的惩罚对我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我以前不懂事，错付了真心。现在我懂了，
我看透了，我不想要你了，不行吗？行，我明白了，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。舒儿，舒儿，父亲，女儿不孝，让你和父亲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瘦了，在外面受苦了。当年你跟着宋珏匆匆去了宿州，一别就是3年。你走后不久，京城就爆发内乱，我想派人接你回来，可到处都是乱兵。女儿知道，当时宋珏为我挨了一刀，我们也是因此才耽搁了行程。没回来也好，没回来好。当年太过凶险，你若是留在京城，只怕母亲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过宋璇再娶了，我同他和离了，日后不会再回去了。不过宋璇再娶了，我同他和离了，日后不会再回去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本以为是个良配，终究是你们没有缘分。对了，舒儿，你可还记得当年与太子，也就是如今的陛下议亲的那2位侧妃人选？当然记得，他们2人家世显赫，总爱联手针对我。说来，我远在宿州，许久未曾听过他们的消息了，不知如今嫁到哪家了。死了。什么？当年的叛贼为了断绝陛下的羽翼，对太子党赶尽杀绝。薛家和唐家满门都遭了殃。那2个姑娘年纪轻轻的就，那2个姑娘年纪轻轻的就，舒儿，现在想来，还好你当年拒了婚，还好你嫁了宋珏，及时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，否则以你和陛下的关系，只怕难活啊。难道你觉得这样的惩罚对我还不够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他当年的放手，不是不爱，不是认输，是为了让我活下去。他当年的放手，不是不爱，不是认输，是为了让我活下去。小姐，您万事小心。姑爷听闻您的死讯，当场惊得站不稳，直直跌倒在地。入画想去扶他，反被他一把推开。所有人的说辞都一样，山顶落石惊了马，马车失控冲向悬崖，夫人尸骨无存，就连入画也受了迁怒。小姐，千万小心，姑爷性情大变，若是他日再见到你，只怕是要发疯了。小心，小心！以前在四周，我身边到处都是他的人，如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他真的把人都撤了，如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他真的把人都撤了。每回都是如此，需要我的时候便来，不需要的时候便弃如屁灵。说起来，倒是许久未见如月姑姑了，她身子可好些了？舒儿，你离京3年，有些事，如月她1年前已经病逝了。什么？病逝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有人告诉我？这事说来蹊跷，当时陛下不知为何听说了此事，特意传下口谕，让我们不要告知外人，对外只说他被送去静养，因此只是秘密下葬了。他为何要封锁一个痴傻姑姑的死穴？他为何要封锁一个痴傻姑姑的死穴？
兹尔宁氏嫡女，殊甚姓程，柔家为泽。着即册立为皇后，则即日成婚，钦此。臣接旨。老爷，陛下这是何意？如月她已经不在了。宁家除了舒儿，哪里还有嫡女？我来嫁。舒儿，你和陛下从前的事，娘是知道的。你当真还愿意嫁给他吗？舒儿，你和陛下从前的事，娘是知道的。你当真还愿意嫁给他吗？这宫里不比寻常人家，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母亲，我也怕他故技重施，怕宫中人心险恶。可我更怕像现在这样无名无分的躲藏，不知未来在哪。更怕再回到宋玉身边，过那种行尸走肉的日子。他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，就让我赌一回吧，赌他这次是真心的。可你毕竟是另嫁他人，宋学若是发现了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从今往后，宁长舒已经死了，活着的是宁如月。岳父、岳母，叔叔他没了。岳父、岳母，叔叔他没了。你怎么了？宋珏，天子大婚在即，府中不宜告丧啊。不宜？那我呢？我再也没有妻子了。刚才站在那边的女子是谁？那是我们府上常淑小姐的堂姑姑，也就是过几日便要嫁入宫里的皇后娘娘。刚才站在那边的女子是谁？那是我们府上常淑小姐的堂姑姑，也就是过几日便要嫁入宫里的皇后娘娘。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入画呢？他没跟回来。听说在您出事后被姑爷迁怒打了一顿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，说是要在西州养病，活该。小姐您看，这是内务府刚送来的凤冠，听说这是前朝梁王后的旧物，一直藏在国库里，当真是好看极了。小姐不好了，宋大人，宋珏他过来了。小姐不好了，宋大人，宋珏他过来了。无妨，隔着屏风见不到人，看看他有何事。草民宋瑜冒昧造访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草民近来在为亡妻准备外孕帖，续集百家之子，书写孕字，以求她来世气运当道，不再受苦。姑姑您往后身份高贵，身负大气运，草民斗胆，还求能为叔叔写一个字，让他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好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。宋大人，姑侄俩自幼一同长大，声音是有些相像，不足为奇。这是您要的字，夜深了，还请回吧，莫要耽误了娘娘休息。多谢娘娘，草民告退。呼！
荒唐！大喜之日，怎能有此晦气之物？来人，快给我撤了，换上红绸！谁都不许动我妻子的灵堂！谁都不许动我妻子的灵堂！我怎么听说这位要当皇后的宁家姑姑从前是个痴傻的吗？我也听说过，都说她1年多没露面了，是1个月前才突然出现的，兴许是医好了呢。叔叔，是你吗？不是说不喜欢见不得人的关系吗？宁长叔，叔叔，你真的没死，叔叔。宋爱卿，你看清楚了，你的妻子3年前嫁给你的宁长叔，已经坠崖身亡。今日站在你面前的是朕的皇后宁如月。是你，徐公子，竟然是你！放开我！她是我的妻子，宁长叔！放开我！她是我的妻子，宁长叔！放了他。朕在叙州时便说过，会给你送喜帖的。看，朕一言九鼎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嫁给我。你肯答应，是为了宁家才甘心替嫁，是父皇母后逼你，就当是我巧取豪夺吧。你不懂，我等过了你和宋雪的那3年，我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小野，你不知道，当年我站在观礼台上看着你与他拜堂成婚时，心里有多难过。可我不能，我一个字都不能说。叔叔，我没有忘，那本该是属于我的洞房花烛夜，那也是你亲手拱手送人的。那时宫中情势万分凶险，几位皇叔手握兵权，父皇又病重，我连自己能否活到第2天都不知道。那年叛军围攻皇城，他们杀了许多与我亲近的宫人臣子。我站在城楼上，看着满地尸骸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庆幸，庆幸你不在京城，庆幸我没有彻底误了你。我当时想，或许宋珏会好好照顾你，让你一世安稳。萧逸，方才我想说的是，这场婚事我是愿意的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从前是我羽翼未丰，护不住你，做不了主。但这3年来，我空置后宫，洁身自好。叔叔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想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都能做到。做不到也没关系，我如今待人可宽容了。男人嘛，还可以换。不能再换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许换。看什么呢？看今晚的好戏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，这才刚过门就心疼起你的前夫了？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
你越是这么关心他，我心里就越不痛快，就越是要欺负他。你这么介意，当初还娶我做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是他先欺负我的。我当初隐姓埋名与他结交，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他的妻子有多好，有多温柔贤惠，听得我心里像刀割一样。偏偏我还要忍着，装作羡慕的样子，就为了从他嘴里听听你的近况。偏偏我还要忍着，装作羡慕的样子，就为了从他嘴里听听你的近况。他让我难受了3年，我也要让他难受3年。等我们之间的恩情远远胜过你和他的时候，我就不欺负他了。滚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回去更衣。大胆！见了皇后娘娘为何不跪？宋大人，叔叔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你离开自州的前一晚，我们还好好的。我说过我会回来陪你的，我以为你已经原谅我了。宋珏，你曾答应过我，此生不纳妾，这是我嫁给你的唯一条件。你曾答应过我，此生不纳妾，这是我嫁给你的唯一条件。纳妾宴那日，我最后问你，是否执意要纳这个妾，哪怕代价是会失去我。你还记得自己是如何回答我的吗？就为了这个，就因为我纳了一个妾。叔叔，你早在与我成婚之前就有过旁的男人，如今你更是嫁给了他，你都可以，为何我就不能有别人？你对我公平吗？所以你是为了公平才去和入画有了首尾，才决定纳她为妾的吗？宋琦，我承认我与陛下有情，这或许让你难以忍受。可我嫁给你之后呢？我为你打点家宅，为你应酬待客，我甚至为你怀过孩子，又因你而流产。我为你做的这些，是我从来没有为萧夜做过的。我为你打点家宅，为你应酬待客，我甚至为你怀过孩子，又因你而流产。我为你做的这些，是我从来没有为萧夜做过的。你现在告诉我，这对我又公平吗？我嫁给你的那些年，我宁长书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。师叔，去把我让你备着的东西取了。是。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是为什么。你不认得徐公子的字，难道还不认得当今陛下的御笔吗？整整3年，36封信，当今陛下每月月初都写信劝我回京，我一封都未曾回过他。当今陛下每月月初都写信劝我回京，我一封都未曾回过他。是你，宋珏，是你违背誓言，是你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。我与萧息有过一个赌约，只要你纳妾，我就许他亲自来宿州接我回京。不是的，是入画和我说你和京城里的人藕断丝连，我也查过的，总有人给你送东西，你院子里的花又那般名贵，我是在意，我只是太在意你了。叔叔，我真的很在意你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宋珏，我们的缘分在你决定纳妾的那一刻就已经尽了。不，我不信。不，我不信。叔叔，你爱的人是我，你忘了吗？你临走前的那晚，我去找过你，我们和好了的，你原谅我了。我真的以为你原谅了我，否则我不会放你离开我的，一刻也不会。那天夜里是朕。纳妾宴当晚是朕在皇后的房里，倒是你喝得酩酊大醉，跑来打扰了朕的好事。要不要朕让刑狱的人来帮你好好回忆回忆，你是怎么被朕一掌劈晕的？你胡说！就算你是皇帝又如何？我是个抢夺人妻的卑鄙小人，休想离间我们夫妻的感情！我是个抢夺人妻的卑鄙小人，休想离间我们夫妻的感情！若不是看在你曾在山匪手中救过他一命，朕早就将你千刀万剐了。叔叔，你告诉他，那天夜里你到底宠幸了谁？
不是说好了，我们不要见不得人的关系吗？我也不要。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晚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，但你看到的痕迹是他留下来的。叔叔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宋菊，如今我们才叫公平了。娘娘，奴婢前几日出宫采买，见到入画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听说宋大人回京后就处置了他，将他转赠给了一位佣人。如今在城南开了个小小的绣坊，带着个孩子，日子倒也过得去。是吗？那便好。他见到奴婢，羞愧的抬不起头，托奴婢给您带几句话。他说，他当年见宋大人待您百般温柔，朝夕相处下，起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。他说，当年怂恿他给他出主意的另有其人。有心之人，是，他也曾彻夜后悔，不该让您伤心，但为了那一丝丝能独占宋大人的可能性，他还是去做了。他还说，宋大人后来质问他时，他曾言，若要论罪，我不过占3分，还是因为伤着了我与姑娘的主仆情分。郎君才是占了7分，与我有了首尾，还以为能一辈子纠缠着姑娘吗？郎君才是占了7分，与我有了首尾，还以为能一辈子纠缠着姑娘吗？我知道了，过去的事都随他去吧。是，娘娘说的是。宋瑜，你只知道我待你严苛，却不知我待自己亦是如此。我曾发誓，此生不会回京，不会再见萧旭。可这天下终究不是只有你我，总有不甘心的人，总有放不下的事。萧旭将宋觉调任京城，给了个不大不小的闲职，任期3年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宋觉留在京城，时时都能听到帝后琴瑟和鸣的趣闻，日日都能目睹他求而不得的幸福。皇后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怎么一直盯着朕看？